如此就好。你性子本就骄纵跋扈，若是再学不好规矩，就更配不上副将军了。副将军，听闻驿馆中的侍女因为伺候的不妥帖，多次被斥责，这是本宫安排的不妥当。待会儿本宫安排几个性子妥帖、知道如何照顾人的，保准能让你满意。多谢德贵妃关心，臣已经知晓了傅家犯下的错事，心中分外惭愧，哪里配承受贵妃娘娘的恩惠啊？如此那就罢了，等你什么时候需要了，再向本宫开口就是了。这年纪大的会疼人，年纪小的会撒娇哄人开心。副将军当年领兵作战，立下过不少的战功，是我们大周的有功之臣。如今再次回归，总要把你的生活照顾好了才是。德贵妃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年纪大了？本宫的年纪很大吗？长公主为何这般反应？我刚刚也没说你呀，我说的是我身边调教好的那些侍女，有些年纪大些会疼人的，有些年纪小些活泼可爱的。怎么长公主却对号入座了？希儿，五王子和七公主来了，你们来的有些不是时候。大周朝的诸位好像不是怎么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韩王妃，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可是伤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岳奴有上等的伤药，不知道可否对韩王妃有用？我现在便让人去驿馆取来。多谢七公主关心，我没什么事，多亏了我的侍女帮我挡灾，倒是她现在依旧昏迷不醒。别伤心，别伤心，吉人自有天相，你的侍女一定会没事的。需要药材吗？我们这次过来带了不少冰川雪莲，对神之昏聩有奇效。你的侍女晕倒了，多吃2朵，说不准儿就能醒过来。你昨日不是还说冰川雪莲已经全部贡献给大周皇帝了吗？冰川雪莲乃是我岳奴独有的药材，想给谁就给谁。长公主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些？我才懒得和一个低贱的公主计较，毕竟家国大事最终做决定的还是百里逐风。王子，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你说送冰川雪莲，你只送冰川雪莲怎么行呢？你忘了，冰川雪莲要发挥最大的药效，还得配合着天山雪水。太过紧张，一时忘记了。还好我们来的时候带了岳奴的天山雪水，到时候一并给韩王妃送过去。多谢五王子、七公主。这是成功讨好到他了吧？要知道，之前看我们的时候还是满眼防备呢。原来他竟是喜欢药材，仙女的喜好都是如此与众不同的嘛。而且他还笑着说了谢谢，他真的好有礼貌，更喜欢了呢。恶毒，卑鄙。如果慕云兰生活在岳奴，他就可以自己掌握好几个部落，成为名副其实的当权者。白月的长公主胆敢对他挑衅，直接就可以把人插在地上抽筋扒皮，哪里用得着如现在这般畏首畏尾？自己的贴身侍女身受重伤都不能报复回去，大周朝实在是太过怯懦了。几年不打仗，楚寒萧身上的血性也消失了，竟然不知道要维护自己的妻子。父皇，今日乃是端午宫宴，既然大家到齐了，不如就先行入席吧。好，诸位随朕入席。哥哥，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哥哥，你是身体不舒服吗？是不是这2只白鹤太脏了，跳舞的时候有灰落下来了？妹妹，我没事，就是好臭啊。爸爸不怕，你能分辨出臭味是来自哪里吗？那里，臭味来自那里。怎么办？这些人是不是看到我狼狈丑陋的样子了？这里面可是有不少人是傅渊往日的同僚，若他们出言讥讽，傅渊会不会从此就不喜欢我了？你这个小孩子，胡说什么呢？本宫身上用的可是上等的香料，价值千金。臭！你傅渊，你的妻子的确是一身的狼狈，需要好生的收拾一下。朕的孙儿身份尊贵，见不得脏东西。皇上，傅将军过往为咱们大周朝立下过汗马功劳，是一般的臣子比不上的。他的妻子又是百越的长公主，身份更是特殊。如今傅夫人一身狼狈，到底是御前失仪。臣妾派人去准备热水，供给傅夫人梳洗整理一番吧。不必。哎呀，他不乐意。你不必受宠若惊，这不是给你面子，而是看在傅将军往日的军功上。
否则你可是没资格动用皇宫中的水。多谢大周皇帝的厚爱，本宫本就是不拘小节之人，一点点脏污罢了，全然没有放在心上。坏人，你不洗澡是不是想继续凑着，然后熏我哥哥？河神发怒了，这样的人是会遭受惩罚的。畜生，这两个畜生，真是该死！快把他们打下来！御前失仪，按理说是大罪，朕没问你的罪，你就应该感恩戴德了。皇上，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怪。傅夫人初次来到咱们大周，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也是可以理解的。臣妾会尽快派人帮她把规矩学好。至于现在嘛，这衣衫不整的，的确是不像样子。来人，带傅夫人下去梳洗，更换一身衣裳。皇上，父皇，大伯母并非有意要御前失仪，冒犯皇上的，多谢父皇宽宏大量，原谅于他。要多少钱？这药一只羊，一头牛，一只羊，大冤种啊！好人呐！逆徒，你简直是本院正带过的最差的徒弟。那越奴的使者虽然今天表现得不错，可和我们大周乃是敌对之国，你怎能和他有说有笑呢？师傅，听我说完再打。我刚把研制出来的治冻疮的药给卖出去了，卖给刚才那个越奴的使臣了，卖了1两银子呢，这价格可不便宜了。你可以卖，不过卖完之后刨去了成本，自己留下1成利润，剩下的9成都送到无极堂去。你这个混小子，别人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韩王妃与我们有教导扶助之恩，无极堂要价便宜，为的是帮百姓解难，根本就不盈利。你做的那款药膏，依据的可是韩王妃给的方子，现在让你留下1成的利润，你还不乐意啊？师傅可告诉你，做人不能忘本。不是师傅，我不是不同意把银两送到无极堂，我是说那价格您猜错了，不是1两银子。不是1两银子？难不成你卖1文钱呢？不是师傅，您太落后了，人越奴那边买东西可不是按照银子算的，而是按照羊算的。羊？1瓶冻疮膏，你卖1只羊啊？是。你这够黑。羊不羊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越奴既然有与我们大周朝交好之意，那么这位跟他们做些买卖也是可以的。师傅，您这么快做什么去啊？我去看看库房之中还有没有什么药膏可以拿出来和越奴的使臣友好交易。皇上，承蒙您的厚爱，还能允许臣再次回归大周，臣心中感激不尽。正值佳节，借此杯美酒向皇上表达感激之情。这时光可真快啊，一晃10几年过去了，真不再如当年那般年轻。副将军，你也从为大周朝征战的将军，变成了百越长公主的驸马。皇上，当年臣在战场上重伤跌落山崖，脑部受到重击，从此失去了记忆。可臣一直都觉得自己不属于百越，一直觉得应该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前些时日，记忆略有恢复，便不管不顾地返回了大周，没有丝毫的迟疑。真心甚慰。皇上，臣虽记起了自己的身份，可还是有许多记忆没有找回，所以便想着请皇上恩准，让臣见一见亲人。副将军，这按理来说，你为大周朝立下过赫赫的战功，现在你失踪多年归来，想要见一见亲人，这应该是欣然的应允，但这件事情太难办了。你回来京城有一阵子了，对于傅家犯下那些错事，都收到了消息。朕对于傅里那可是百般的宠爱，更是让他坐上了丞相之位。可他是如何回报于朕的？蛊惑太子，执掌朝局也就罢了，他竟是暗中的谋害朝廷重臣，拔空户部，贪污盐税，以至于江南的百姓怨声载道，险些是官逼民反。副将军，你来说，这样的傅里，朕能放他出来吗？朕若想着把他放出来，别说江南百姓，韩王与韩王妃第一个就不答应。父皇所说不错，傅里是本王亲手送入大牢的，还留这条性命，已经是父皇格外开恩了，怎么可能放出来？副将军如果想见他，或者跟他多相处几日，本王倒是可以看在这往日的功绩份上，让你进天牢当中陪他住几日。韩王殿下，傅里犯下的罪行我也有所耳闻，心中感激皇上留他一命。我只是想要把他带出来，听他讲一讲从前我们兄弟相处的事情，去逛一逛我们之前的府邸，说不准就能够唤醒所有的记忆，不想心中留下永恒的遗憾，还请韩王多几分理解。
他犯了那么严重的错，什么都不做，就这么把人放，江南百姓该如何想父皇？他们之前受那些苦，难道就白受了吗？是啊，副将军是不知道当时江南百姓的惨状啊，那真是见者伤心，闻者落泪。副将军曾经为了守护大周百姓，自愿上战场，杀敌流血。虽然说现在迎娶了百越的长公主，但想来也定然是初心不改的吧？那还用说吗？副将军是何人？他和那个虚伪的傅离可不一样，他宁可自己流血，也不让百姓流泪，自然不可能空口白牙的就想把傅离给带出来。副将军，我们说的没错吧？你肯定是有所准备，是不是？皇上，臣深知傅离罪孽深重，给江南百姓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所以愿意献上全部的家财，黄金1万两，当作是为傅离来赎罪。韩萧啊，这件事情你怎么看？父皇，您若是问儿臣，那么此事绝无商量之余地。当初您要留着傅离的性命，儿臣便不同意，想着是要把他凌迟处死，给江南百姓一个交代。如今您又看在傅渊的面子上把人放了，儿臣就更不可能同意了。副将军不是说了会给1万两黄金吗？那傅离虽说犯下了错，可是以前当官也立下过不少的功劳，所以朕想着功过相抵。父皇，我们大周朝律法历来公正严明，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过分明，有功必赏，有过自然是要必罚。1万两黄金就把人放，这筹码也太轻了。说出去，江南的百姓该多伤心。哎，傅爱卿，你也听到了，朕是有心要帮助你的，可是也不能够不顾虑江南百姓，要不你再想想。不知道韩王殿下觉得我应该再给出什么样的筹码，才能让江南的百姓同意放人呢？我听闻副将军和百越长公主成婚之后，拥有了自己的封地。副将军这如今回归故土，成为我大周朝子民。我们大周朝讲究的便是对君主的忠心，那么你的东西自然就是大周朝的东西，不如就将副将军在百越这封地划归到大周朝所有吧。我不同意。天哪！这位百越的长公主，听声音似的，看样子那就没法决定了。我早就听说，百越有很多我们大周朝没有的本领，有一项便是易容之术。难道百越的长公主也精通此术？这些人怎么了？怎么都用这样惊讶的眼神看着我？皇上，臣的封地乃是百越的领土，我既然回到大周，封地自然不会再归于我的名下，我实在是难以做主啊。大周爹，本宫的夫君可是口口声声向你来称臣的，你既然应下了，怎么好意思再觊觎他的封地？副将军，您瞧见了吧？女人的嘴骗人的鬼，平日里说的再好听，真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你的我的分得那么清楚。是啊，副将军，咱们同为男子，还是要多多的为自己打算呢，不要以为做了10几年的夫妻就是一家人。你瞧，人家甚至都不愿意用一点无关紧要的城池来救你的亲人呐。我们男人还是得学会自己心疼自己，你对着别人掏心掏肺，别人只当你低贱谄媚。副将军，你这些年的感情终究是错付了。父老，我可没有这个意思，这些年我对你如何，你可都是看在眼中的。希儿，我当然是相信你的。副将军糊涂啊，好听的话说上100遍，不如切实的事做上1件。真正遇到了困难，才是考验真情实意的时候。长公主，虽然我身为大周朝的臣子，有些话不该说得太直白，可看到副将军，我实在是不忍心。他要的多吗？不多，他只是想拿原本属于他的东西来救自己的亲人，他有什么错？在这等关键的时刻，你身为他的妻子，怎么能不支持他呢？我当然是支持他的。那你具体怎么支持的？我与我的妻子成亲30余年，想当初我的妻子售卖了家里所有的良田，供我入京科考做盘缠，我时刻谨记着。这些年来，哪怕做到了2品官的位置，对妻子也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百般的尊重。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长公主口口声声的在意副将军，哼，就不要在这等小事上计较了吧。难道我们副将军在长公主的心中还抵不过8座城池吗？是啊，而且我们已经足够体恤副将军了，念着他往日的功劳，要的都是边城。
我们又不是非要白月那些繁荣富庶之地，几座小小的边城，长公主都舍不得了。副将军当年领兵作战，白马银袍，何等的威风！每次领兵归来，道路两侧都挤满了想要一睹将军风采的女子。本宫若没有记错，曾经有女子愿意为了见副将军一面，一掷千金吧？的确是有这回事。当时副将军去了上京最大的酒楼吃饭，那名女子想着单独见一面副将军，便是花费银两包下了整座酒楼。给你们就给你们了，不就是8座边池吗？没什么重要的。好，还是长公主对副将军用情至深呢。如此气魄，真不愧是长公主。其余这女子怎么能够与长公主相提并论？以前不信什么情比金坚，今日看到了长公主与副将军，才终于是明白了这4个字的含义。蠢货，愚不可及啊！我瞧着副将军的神色有些奇怪，是不是太过感动了？自然感动。我猜也是，长公主对副将军可真是一往情深呐。将军回去之后，可要好好的犒劳一下长公主啊！皇爷爷，周周有宝宝了！什么？皇爷爷，周周有宝宝了，我自己的宝宝。宝宝在哪里啊？在这里。这里面除了点心，还能装得下一个宝宝？当然可以啊。这是……这是周周的宝宝，还有哥哥的。皇爷爷，你快看，哥哥也有自己的宝宝。皇爷爷、祖母，这是八宝的孩子。小宝，这是你的曾祖父、曾祖母。哎呦，咱们小宝一看就是个聪明孩子，都会叫曾祖母了。皇爷爷，你不喜欢小周和小宝吗？小周、小宝？他是周周的宝宝，叫周小周；那个是哥哥的宝宝，叫八小宝。那个你们开心就好。皇爷爷，你不开心吗？开心。那皇爷爷你怎么不笑？皇爷爷天生就不爱笑。皇上，您这摩拳擦掌的干什么去？哼，你别想着给那个逆子通风报信，朕今天非得把他给打死。韩王呢？韩王把2位小主子送过来，自己则回去接韩王妃了。立刻派人去把他喊过来，就说朕这里有个好东西，要给他瞧瞧。是。所以你大半夜的让人找来一只小鸡仔和小鸭仔，成了我的好大孙。我也没想到，我只是想着八宝和周周那么珍视他们怀里的蛋，想看那些个蛋孵出小鸡和小鸭，应该是会很开心的。那你开心吗？周小周、八小宝的爷爷。云兰，你就别取笑我了。我还那么年轻，一下子就当了祖母，实在是难以适应。所以以后教养2个孙子的工作就交给你了。没事，父皇还挺闲的。韩王殿下，皇上请您即刻前去见驾呢，说是有好东西要给您瞧瞧。快走，别耽搁了大部队的出发。乖女儿啊，皇上一会儿就到，待会儿如果打起来，你躲远点。岳父，哈哈，韩王殿下也在呢，皇上马上就到，你待会儿挨揍的时候啊，记得跑远点，别溅我闺女一身血。岳父，之前你才说过我比云兰更贴心呢，如今大祸临头，您就不帮我了？话可不行乱说，场面话怎么算得了数呢？哦，那我转头拜见岳母，告诉他您藏在我这里的那100两。你亲，当然是你亲了。云兰啊，你和韩王殿下是夫妻，夫妻一体，待会儿皇上过来找他算账，你可要记得帮他求情啊。父皇怎么一大早的有心思骑马了？早饭吃的怎么样？朕本来心情极好，结果有这么个不孝子，非要给朕找不痛快。你说朕是不是要把他打死呀？父皇，子不教，父之过，孩子不孝顺了，要反过头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也有错。好好好，朕觉得你说的很对，深刻的反思过之后，觉得我平日里对你太过宽容，现在决定要把你打死。叫你这个逆子，给朕站住！父皇这是生气了，要不然朕假装跑不过，让您抽一鞭子解解气，只能一鞭子，多了可不行啊！哼，朕还用让你给面子？朕当年带兵打仗，万军之中去敌方的上将首级，那可是手到擒来的。哎，说的是，父皇英明神武，若真想打儿臣的话，哪里有儿臣逃跑的机会啊？父皇怎么了？可是身体不适，我让云兰。哎，没事，不过是跑一会儿马，朕还没那么脆弱呢，又不是纸糊的。父皇身体康健，再干50年不成问题。
猎场那边都布置妥当了。父皇，真的要这么做吗？明明是已经知道傅家居心叵测，太子竟还跟傅家有关联，这一点朕绝对无法容忍。所以他这太子之位必须要废除。父皇下道圣旨，昭告天下，就足以把他废掉。不够，太子之位非同小可。既然是要废，那么就要让他再没有翻身的余地。而你也需要这一场功劳，再次巩固你的地位，如此才可以稳稳地把握住太子这个位置。父皇，太子是您的长子，与我们其余几个儿子多少有些不一样，您大可留些余地，今后就让太子在自己府上做个闲人，也未尝不可。不，正是因为如此，才要越使他没有任何的翻身的余地。韩萧，朕知道你是为人考虑，可你更是要明白，相比较整个大周朝的利益，朕和太子之间那么些父子之情不足挂齿。朕只是创造了一个机会，如果太子知道收敛，还念着那么一丝父子之情，朕不会赶尽杀绝。可如果他还执迷不悟，尽管的下手，无论出现什么的后果，朕都不会怪罪在你的身上。是，儿臣遵旨。韩小小子，这鞭子可大有来历呢，你可要好好的保存着。皇叔，这鞭子瞧着有些年岁了。是啊，我也没想到皇上会再次把这柄鞭子拿出来。还请皇叔明示。一看到这鞭子，本王便感觉后背和手臂生疼啊。这鞭子是先帝用过的，没少用来抽我们兄弟几个。你父皇小时候最是顽皮，属他挨打挨得最多。这根长鞭呐，可不比你媳妇手中的尚方宝剑威力弱。皇爷应该带着这柄长鞭上过战场吧？可不是嘛，好好留着吧，可千万不要辜负了你父皇对你的期待啊。是，请皇叔放心，侄儿一定竭尽全力。好，好啊。那个娘亲，要不让小宝跟着娘亲你吧？怎么了？小宝太吵了，而且他还不听话，我说什么他都听不懂。小动物和小孩子是一样的，他是八宝的宝宝，如果你不好好养着他，爱护他，他恐怕是活不下去的。八宝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吗？你小时候还不如八小宝呢，你刚出生的时候先天不足，更患有心疾，哭声都没有八小宝的叫声大。那个时候娘亲抱着你，你还没有娘亲的小臂长呢，张开手都能把你整个小脑袋给捂住。娘亲要一边养我一边给我喂药吗？是啊，你小的时候还不喜欢喝药，一小勺的药要喂许久，有时候喂进去又会哭着再吐出来。娘亲，周周也喝药吗？周周倒是不用喝，你的身体比哥哥好，不过你喜欢哭，而且好奇心很强，醒来之后只要不抱着你，你就会躺在小床上哇哇的喊，所以娘亲要时常把你抱在怀里，不然娘亲的耳朵可受不了呢。娘亲，八宝养八小宝才1天就觉得十分辛苦，娘亲养八宝和妹妹养了那么久，肯定更加的辛苦。娘亲对不起，八宝不乖，八宝生病。周周才不乖，周周乱哭。娘亲很辛苦，但是娘亲也很高兴呀。你们是上天赐给娘亲的礼物，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花间姐姐，刘主子一个人在那边是不是不太妥当？要不要再叫2名侍女过去守着？没事，放心吧，主子身边有人跟着的。五王子在那站了许久，可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见过莫小姐。五王子不熟悉我们大周朝的规矩，已经出嫁的女子便不能被称之为小姐了。你应该称呼我一句韩王妃。莫小姐一身医术，精彩绝艳，心系百姓，开办朱颜阁、无极堂，又平息了疫病，救了无数人的性命。这番功绩放在我们越奴是会被详细记载，永远歌颂流传的。莫小姐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名讳，而不是因为嫁了人被简单的称呼一句韩王妃。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风俗，越奴跟大周自然是不一样的。那莫小姐甘心吗？甘不甘心又如何？五王子究竟想表达什么？莫小姐甘心自己做了那么多，百姓们歌颂的却仍旧是大周的皇室。甘心明明你拥有精彩绝艳之能，却被困于韩王的后院。我们越奴不同，越奴看重的从来都不是身份和性别，女子若有能耐，同样可以建功立业，封侯拜相。所以呢？所以莫小姐你可愿意？云兰，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本来就是规划好的位置，略微的吩咐2句，让旁人盯着做，也就是。我和云兰是夫妻，五王子有什么好提，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八宝和周周刚刚睡着了，我担心他们换个地方认床，我们一起去瞧瞧。好。之前在皇宫之中惹了长公主不快，专程备下了礼物给长公主赔礼，不知道那件礼物长公主可喜欢？多谢韩王妃赠送的礼物，那件礼物着实贵重，长公主十分的喜欢呢。那就好，那礼物可是刚刚从江南运送过来的，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赠送给长公主，就连父皇和母妃那里都没有呢。什么好东西啊，竟是把朕给落下了！有好东西不想着先给朕，朕可是要生气的。都是云岚的不是，在这里向父皇认个错。光是认错可不行了，那礼物可还有富裕，拿一件给朕，让朕也瞧个新鲜。还别说，真有一件剩下的。看样子应该是屏风吧？我感觉也是啊，不知道是哪位刺绣大家绣制的，能被韩王妃如此重视。难不成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古董？有这个可能啊！搬走，快搬走！这也是一种镜子吗？竟能把人照得如此清晰。是，不知道父皇可还记得薛玉京？当然记得，薛家人如今正在江南，帮着炼制心研嘛。是，为了提高效率，他做了不少的实验，偶然间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琉璃，加工之后便成为了镜子。因为造价很高且运输不方便，从水路慢慢的走，耗费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把这几面镜子送到京城，因此格外的珍贵。好，这件礼物深得朕心，快仔细点抬，让大家伙都瞧瞧。国公爷，您有没有收到什么消息？这镜子可会放到朱烟阁中售卖呢？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刚刚听韩王妃说了，数量极为稀少，从江南运送过来又不易，想来是不会售卖的。韩王妃，不知道这镜子还有没有？我也出高价买上一面。目前就还剩下这一面了，其余的都是小的。小的也没事儿。这东西第一次出现，我也没有卖过，不知道该如何定价。罢了，就当是送给七公主当礼物吧。镜子制作不易，如此贵重，我可不能白要。不如就2000两银子。好。蠢货，不过是一面小小的镜子，你竟然愿意花费2000两银子？我生得这般美丽，没有东西让我好好欣赏，岂不是可惜了？你这是在指桑骂槐，你在说本宫丑？我可没有那么说啊。长公主这喜欢对号入座的习惯还没有改呢。哼，为了一面镜子当冤大头，还在这美呢。这怎么是当冤大头呢？一小面镜子2000两，这跟生抢有什么区别？韩王妃若是想从我们兄妹手上要银子，别说是2000两了，就是2万两，只要她想要，我们也给。可她明明能够直接抢的，还给了我们一面镜子，这说明她实在是心地善良。妹妹，好大胆！哥哥，我知道是周周不好，好大胆本来就胆子小，我不应该为难他的。妹妹，你不生气吗？啊？为什么要生气？难道不是周周做错了吗？没有，妹妹不会错的。哥哥，你快看，他们去林子里做什么？难道林子里藏着宝藏吗？不一定是宝藏，有可能是阴谋。周周知道了，他们是大坏蛋。妹妹，去通知爹爹和娘亲。是。钱带来了吗？钱到位了。货带了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能少得了你的？这样好。你验货吧。把手举起来，不要乱动！你们已经被周周包围了。你们图灵部落可真是软骨头，一个小奶娃娃就把你们吓破了胆，真是滑稽。我们什么都没干，都是图灵部落的使臣搞的鬼。对呀，我们是无辜的。这刀挪远一点吧，都划了到我脖子了。哼，娘亲，快看，他们都是周周的俘虏。这个韩王妃，我买药不会被砍头吧？你叫于琼，张院正的徒弟。微臣于琼参见韩王妃。诸位生活在月奴那样的苦寒之地，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单单是购买眼前这些药丸，恐怕解决不了你们身上的麻烦。倒不如到无极堂中看一看，那里面的药丸种类更加齐全。若是只诊病不买药的话，还不用花钱。是，多谢神女。刚才让2位受到了惊吓，我心中十分抱歉。2位有时间吗？我请你们喝杯茶。有，时间有多。那走吧。娘亲，他们是周周的俘虏。娘亲知道，周周抓到了一笔私下的交易，表现得非常厉害。娘亲现在就把这2个俘虏中的头领带下去审问，案情有什么进展的话，
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可好？好嘞，娘亲快去吧。这些俘虏身份特殊，余下的这些要交给越奴的五王子进行处置。娘亲派人把他们给送过去。我们周周如此辛苦，立了份大功，该去找皇爷爷讨赏了。啊，周周这就去找皇爷爷。英郡王，你想要见王爷和王妃，也得容奴婢进去通报一声。这会儿两人正在安寝，您就这么闯进去，实在是太无礼了。滚开！玉兰，怎么了？吓到了吗？没事儿，我闻到了血腥气。你拦住燕郡王，我来查。好，二哥，深更半夜你强闯我的营帐，是想做什么？慕云兰呢？牧师不见了，是不是他做的？你胡言乱语什么呀？今天下午的演武场，大家都在那里观看着两国兵将的演练，唯独慕云兰一下午不见了踪迹。他是不是趁着这个时间去找木棉枝的麻烦了？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不要在背后搞这些见不得光的小手段。花姐，帮我把衣服拿过来。江离那边准备好了吗？都已经准备好了。好，我要彻底斩断夫渊的所有耳朵和眼睛。二哥，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父皇，今天不是儿臣想要闹事，儿臣只是想要找回牧师，他肚子里还怀着儿臣的孩子呢。混账！你的妾室丢失与否，与老三两口子何干呢？你大吵大嚷的做什么？你是觉得郡王这个头衔用的久了，想换个庶民用一用？见过父皇。平身，可有受惊吓了？父皇，儿媳没事。二弟，没事吧？父皇，儿臣也许是有些冲动了，只是木棉枝也就罢了，他的肚子里面还怀着您的孙儿呢。你还敢大放厥词！来人！父皇，二弟虽然莽撞，但也是情有可原。三弟和三弟妹说是清清白白，想来也不怕让人到营帐之中看一看吧。太子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和王爷安安稳稳的在营帐之中休息，二哥的妾室不见了，不派人到四周密林之中寻找，不去问责伺候的下人，直奔我和王爷的营帐而来，上来就找我们要人。哼，这是什么证据都没有，就先给我们安插好罪名了。我还怀疑太子你有不臣之心。如果你清清白白，那能否让我查一下你的东宫、书信和你圈养那些幕僚？这可真是一场好戏呀，比白日的两军演练有意思多了。大周皇帝一直以来都是治国有方，没想到治家却不怎么样，两个儿子都能因为一个怀了孕的妾室闹腾起来。长公主慎言，英郡王担忧自己有孕的妾室，关心则乱，一时口不择言，无非是兄弟之间发生的口角罢了。外人掺和进去，那才是有挑拨离间之嫌啊！长公主应该不会像个长舌妇一般，看到什么都想插两句嘴吧？真是一片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本宫也只是好心提醒罢了。这女子怀着身孕，可是最为脆弱的时候，这若是有个万一，那就是一尸两命啊！父皇，棉枝，老二，别胡闹了。父皇，儿臣的荣心没有了，儿臣的嫡子也废了，儿臣已经失去了2个孩子了。现在有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失踪，儿臣只是简单的想要查一查，父皇怎么就不允许呢？父皇，二弟只是担忧自己的孩子，也没有什么错，更何况那个孩子同样也是父皇的孙子。父皇现在极为宠爱三弟的2个孩子，可其他皇孙也是楚家的血脉，总不能失踪以后连生死都不过问一句吧？没按照太子你的意见，是要入老三的营帐内部去调查了。是。你觉得老三夫妻对老二妾室动手，直接是把尸体藏在了自己的营帐当中？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哼，好，真不愧是朕亲手教养起的太子。韩萧、云兰，你们怎么看？要入营帐中搜查可以，若是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太子、英郡王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负责就负责，说是冤枉了你，我给你下跪道歉。什么味道，叫人这么腥？好像是血腥气。父皇，不如请禁军统领带上2个人一并进去查看。好，那么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办。来人，去查。回禀皇上，营帐内的地板上渗出了些许血迹，英郡王将地板掀开，发现了下面埋着东西。贱人，我要杀了你！出警战，看在你是我二哥的份上，我已经对你是百般的容忍，万般的留情。你再胆敢放肆，就别怪我直接废了你。父皇，儿臣和云兰在营帐中休息，今日并没有见过木棉枝，更没对其下手，
至于说营帐内的异状，必定是有人栽赃陷害。儿臣恳请父皇恩准，请刑部尚书带人进入营帐调查真相，还儿臣与云兰一个清白。贱人，你之前便害了我的儿子荣心，之后又蛊惑我的王妃，导致我们夫妻离心，这些我都放下了。可是你竟然还要害我的孩子，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夫妻两个就紧盯着我一个人祸害？老二，住口！父皇，您就这么瞧不上我吗？我也是您的骨肉啊，也是您的儿子呀。我那被害死的可怜孩子呀，也是您的皇孙呢。既然您这么瞧不上我，还不如干脆就把我杀了吧。父皇，刚才楚寒霄和慕云兰说了，营帐当中只有他们2个人在。现在在他们休息的营帐里面挖出了穆氏的尸体，完全可以说是证据确凿的。那按照太子的意思，要将我和王爷如何处置？你们残害皇嗣，自然应该削爵圈禁。是吗？父皇答应吗？父皇，证据确凿，你应该答应的。仅仅是挖出了尸体，你就觉得证据确凿？这些足够了。若是有以后你来当帝王，你就这么判案吗？儿臣不需要判案，儿臣要做的只是管理那些帮儿臣判案的官员而已。儿臣只需要做出决定，然后达成最终的目的。所以，毁了英郡王，除掉韩王府，就是你的目的。不单单是这2个，还有老四楚景木，他不是也完全废掉了吗？是，朕竟是忘了还有老四。原来这一切都在你谋划当中。朕是否该庆幸你放过了老武王？一个连争都不敢争的废物，一声令下就足以让他悄无声息地死去了，根本不值得我去费心思。那朕呢？你准备如何对付朕这个父皇啊？您的年纪大了，又受到了慕云兰这个妖女的蛊惑，应该好好的颐养天年。太后不是在自己的慈安宫中为大周朝祈福吗？我觉得父皇也可以效仿一下，儿臣会为您准备一座华丽的宫殿，然后请父皇安心的为我朝祈福的。你考虑的很是周全，只是朕很奇怪，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够把控全局呢？你在猎场中安排了什么，让你有自信，可以控制得住对朕忠心耿耿的禁军呢？父皇之前教导过儿臣，不能为君王所用的，那就是无用之人。无用之人是没有必要活在这个世上的。这些禁军忠于父皇，那就只能让他们先行到地下等着，继续侍奉您了。贱人，你敢下毒！太子不要轻举妄动，不然会加快毒素流转，更快的要你性命。把解药拿出来，不然你生下的那2个小畜生身上，怕是会少了些什么了。比如说手、脚，亦或者是脑袋。逆子，要对爸爸和周周做什么？把那2个小畜生带过来。聂照，那也是你的小侄女。住口！一个小畜生罢了，孤连父皇兄弟都能下手，还在乎一个侄女吗？是，朕忘记了，你是个连至亲都能下得去手的畜生。这都是你们逼我的。放开周周！你来做什么？你弑父篡位，谋害手足，连4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我来看看你还会做出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来。闭嘴！贱人，统统都是贱人！给姑解药，不然……住手！我给你解药。莫云兰，之前在皇宫之中你给的羞辱，本宫全部一笔一笔的记着呢。你放心，你现在不会死，本宫会让你亲眼看着我把你女儿的血放干，跟我洗浴，看我恢复绝世容貌，然后再扒了你的皮去做美人扇。父皇在后悔什么呢？后悔没有早早废了我的太子之位，杀了我是吗？没错，早知道你是这样的畜生，朕就早该杀了你。我是父皇亲手教养大的，说我是畜生，那父皇又是什么好东西了？楚寒霄，你最好是别动。楚景远，你敢伤害我2个孩子，我必定让你悔不当初。今日我为刀俎，尔等为鱼肉，还在这里装模作样呢啊！别乱动！这个小畜生的血虽然不能用作沐浴，可他却生了一副好皮囊。我准备把它做成长生娃娃，用来向上天祭祀，请神灵保佑我和父郎一生恩爱。楚寒霄，你自断一臂，服下化功散，不然我就先放干了周周的血。聂照，你快点儿！我答应你，
把他们都绑了。你，多谢太子殿下帮我试水了。本宫见过蠢的，可没见过蠢到你这种程度的。父郎是本宫的驸马，在百越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为什么要回到大周俯首称臣，还甘愿帮着你这个蠢货？太子还没看明白吗？傅渊和贺连熙名义上帮你夺权，实际上是要你来做那个马前卒。毕竟单单靠着他们，无法掌控禁军分部，也没有办法驱使那么多人在猎场的地下动手脚。不错，你不仅生得美丽，还如此聪慧。父老，你夸这个贱人做什么？一个残花败柳罢了。本宫改变主意了，不用他做美人扇了。来人，直接把他捆了，先划烂他的脸，然后把他丢给百越的将士，让将士们也尝尝韩王妃的味道。父皇受惊了，先服下解毒的药丸。宝宝，周周，父皇不用担心。大坏蛋，捏周周，看周周的无影脚，打打打打打打！你才做长生娃娃，没错，你全家都做长生娃娃。哥哥，我替你踹他。啊！龟徒孙，怎么样？师公给不给力啊？师公厉害。哎呀，别停啊！使劲夸，师公最喜欢听人拍马屁。你们在演戏？不演这么一出戏，怎么抓住你们这些个狼子野心之辈？父皇，为什么？云兰可有药能吊住楚景远的性命？楚景远，你身为太子，勾结外人，残害兄弟手足，试图弑父篡位，种种恶行，即便是临时处死也不为过。朕之所以让云兰吊住你性命，是要查清楚你全部的党羽和关联，让你直接死了，太便宜你了。父皇，今天这出戏，眼前这个局，全部都是为了我而设，是吗？你高估自己了，你被傅渊利用，当了棋子而不自知，有何资格配得上朕费力气去针对？父皇，我从5岁便被封为太子，你说过整个天下将来都要交到我的手上，现在我不过是想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有何不可？怎么就不行啊？朕给了你最好的一切，教导你为君之道，御下之术，却忘了教给你如何做一个正直良善的人。正直良善，老二莽撞冲动，父皇你信任他，将他丢入军营历练，老三流淌着西凉血统，你给他领兵之权，看他被捧上战神之位无动于衷，老四玩世不恭，身为皇子却自甘堕落，与三教九流为伍，你依旧纵容，让他利用江湖实力与我作对。我身边那么多兄弟虎视眈眈，他们每个人都盯紧了我的太子的位置，你却要求我正直良善，这是你坐上太子之位该承担的压力。楚景远，你想获得无上的权势，就要接受权势背后带来的负担。没有人可以只享受权力而不付出任何代价。你就是偏心。楚寒霄和慕云兰就是好的吗？他们积极表现，为的就不是皇权吗？他要是想要，那就好了。如何？都清理干净了？回禀皇上，韩王殿下，百越所有的护卫、死士、眼线已经被尽数斩杀，太子的私兵、死士也尽数伏诛，猎场已经被禁军把控。好，老大，你真是个畜生啊！父皇，儿臣和楚景远没有关系，儿臣真的只是担心自己的儿子。朕知道你没那个脑子。王爷爷，您没事吧？皇爷爷，没事，都结束了。你们有没有被吓到？没有。结束？呵呵，你们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哼，大坏蛋！要不是皇爷爷拉着，周周一定踹他一脑袋大包包。楚寒霄、慕云兰，你们到现在都没有发现身边少了什么重要的人吗？寒霄，母妃呢？哈哈哈哈哈！终于想起德贵妃了，德贵妃已经被我的人绑走了。楚寒霄，你想让你的母妃活着，就好生的放我离开。不对，单单放我离开是不行的，你还要把慕云兰绑了，交给我做人质。你以为本王不敢杀你？杀我可以啊，只要我死了，德贵妃必定要给我陪葬，你也将背负上杀母的罪名。我大张旗鼓的回来，怎么可能只带了表面上的那么几个人手？早在傅家出事之后，
我的人便伪装身份，分批次的进入上京。只要我死，不仅德贵妃活不了，还有无数的上京百姓为我殉葬。你做了什么？没什么，也就是在京城几个人口密集的区域隐藏那些毒粉毒虫，杀伤力没有多强，但带走成千上万个人不成问题。父皇绝对不能放傅渊走。真是天堂好轮回呀！楚寒香，你处心积虑争夺我太子的位置，可有想过被旁人精心算计？还有慕云兰，你不是最擅长提前布局、纵横筹划的吗？可有想过，今天沦为了旁人棋局上的棋子？你说，在你和德贵妃之间，楚寒香会如何选择？你这个小畜生！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慕云兰和楚寒香一肚子坏水，养出来的孩子也是这般心肠歹毒。娘亲总是说八宝要当好宝宝，可八宝觉得对付你这样的大坏蛋就得当个坏宝宝，给你用的是上等的雪花盐，你喜欢吗？八宝乖，你才不是坏宝宝，你是最乖巧聪明的好孩子。来人，把太子拖下去，伤口上的盐不用清理，生死就看他命吧。父老，我的肚子好疼啊，好像刚刚那个小畜生踩断了我的肋骨。把贺连熙抓了，放了我的母妃，不然本王就杀了贺连熙。父老，快救我！杀！你不杀他，我还想杀他呢。父老，你说什么呢？希儿，你不是爱我吗？既如此，为了我的大义而死，你应该感觉到光荣才是。你开玩笑的是不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整日里却做少女姿态，每一次和你接触都让我无比恶心。贺连熙，我忍辱负重，在你身边伏低做小了那么多年，现在也该你为我做些事情了。你真是可怜又可笑。贺连熙，你还没有看明白吗？傅渊受伤跌落山崖是假，被你捡到救助更是精心算计。他想要的无非就是借助你来掌握权势，从此与大周朝抗衡。不可能，父郎说过会永生永世爱我的。呸！脏东西！楚寒霄，你想好了吗？别想再继续拖延时间，我数10个数，如果你不做选择，那就等着给德贵妃收尸吧。10。你被困在这里，却还有把握能把消息传扬出去，让你的人杀了我母妃。夜场之中还有你的奸细，那就是在地下。师公，好徒孙，师公最擅长抓地下的老鼠了，你等着，师公给你摇人。狗东西竟敢抓你们爷爷！阿弥陀佛！呸！秃瓢，你这出来的方式也太不讲究了。阿弥陀佛，贫僧见过皇上。了尘大师，您怎么会忽然的出现在猎场啊？贫僧受人所托，韩王妃，人已经抓到了，不负所望。辛苦大师了。不辛苦，都是给了都是缘分。嘿，秃瓢，我还不了解你的性子呢，你是不是坑我乖徒孙银子了？施主多年不见，你还是如此的面目可憎啊！彼此，你也是那么的惹人厌烦。我觉得你不应该叫秃瓢了，你应该叫大财迷。我乖徒孙的银子都敢坑啊！哼，回头就把你庙里的菩萨给你换成乌龟王八。你烦人精，你大财迷！师公，了尘大师，傅渊等人心思诡谲，说不准在其他地方还是有眼线，不知道可否劳烦二位在周围山林中再搜查一遍。好，我这就去。烦人精，不要跟着我，自己走的比王八还慢，到底是谁跟着谁？你别跟我一条路，谁跟我一条路谁是狗。好一个韩王妃呀！我以为已经对你足够重视了，没想到还是小瞧了你啊！傅渊，你这边的消息没有办法传递出去，我母妃现在就是安全的。你告诉我她现在人在何处，我给你和贺连熙留个全尸。哼，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消息传递不出去也没关系，不过是多等一会儿。我的人迟迟见不到我回去，就知道猎场肯定是出事了，他们一样会按照原来的计划行动。这点时间我浪费得起。
只是不知道德贵妃的性命，你们在不在意啊？楚寒萧，我意你最好快些做出选择。夫人，你和贺连熙好歹做了10几年的夫妻，说舍弃就能舍弃，足可见你这个人是何等的冷血。可我十分好奇，像你这样一个冷血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在乎傅离？哼，夫妻和自己的手足兄弟怎么能一样呢？贺连熙根本没有办法与傅离相提并论。是吗？我还以为傅离手中掌控着你的什么把柄，让你不得不从百越匆忙地赶过来，将他救出牢狱。哼，韩王妃这般会编造故事，不去写话本子可惜了。我这里有个人和你有些关系，你可想见一见？眼下这个紧要的时候，你还拖延时间？莫不是你与德贵妃婆媳关系不和，所以故意以这样的方式来害死她？楚寒萧，你的王妃如此心性歹毒，你知道吗？夫人，这个少年你不认得，毕竟你们虽为父子，却从来没有见过面。可需要我帮你介绍一下？慕云兰，你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个孩子，就想来诓骗我？当初你制定计划，背叛大周朝，前往百越图谋大计，根本不知道你的妻子怀上了身孕。在你身死的消息传来后，你的妻子悲痛欲绝，本想自尽随你而去，却发现自己有了3个多月的身孕，于是便暂且忍耐，等着孩子降生。没想到最后胎大难产，最终失血过多而亡。你真的是我的父亲吗？不要胡乱攀亲戚，我有自己的孩子。据我所知，你和贺连熙的几个孩子全部都是收养的，与你并没有血缘关系吧？而且你与你的妻子成亲多年，之前一直没有过身孕，也就是说，眼前这个少年就是你今生唯一的儿子。你不知道从何处找来个小孩，就说是我儿子？慕云兰，我会这般容易上当受骗吗？你妻子大出血，难产而亡，在死之前强撑着用血写了一封绝笔书，上面清楚地写着，为了证明这个孩子的身份，他用你给他的定情信物，一枚你亲手打造的玫瑰金簪，在这个孩子的小腿上烙印下了一道疤痕。看来你的确是冷血，知道自己有亲生儿子了，竟然还如此平淡。也就是说，我手中的这份筹码威胁不到你了。既如此，那他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动手将他杖毙。啊！父亲救我！父亲！住手！他到底是个孩子，你直接将他杖毙，岂不是滥杀无辜？哈哈，滥杀无辜？凭借你要造反的罪名，足以诛了你的9族，他哪里无辜了？我可以让人放德贵妃，不过你们必须派人将我和我儿子送回百越。看来你还是在意你儿子的。你和贺连熙成亲这么多年，他没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吗？我为什么要自甘下贱的为男人生孩子？我差点忘了，你服用太多次胭脂醉，早已经无法生孩子了。看你性格这般霸道，傅渊为了哄骗你，让你对他深爱不疑，这些年也不会找其他女人生孩子。也就是说，眼前这个少年就是他唯一的儿子了。你要夺百越的政权，将整个百越占据，归你们父子所有。皇帝，你应该清楚，即便我失败了，我身后还站着百越，边境还有几10万大军蓄势待发，只要我死了，他们便会立刻发兵，大军压境，所以你们杀不了我，那我们就可以做笔交易，我放了德贵妃，你们把我和儿子平安送往边境，我已经在让步了，你们答不答应？放你回到百越，继续威胁我大周朝。只要你们放我回去，我便会立刻命令百越的大军退兵，从此以后我们2国和平相处，100年之内不起干戈。如何确保？你说到办到。把百越的这位长公主留在大周朝当人质，总可以了吧？傅渊，你敢这样对我？想好了吗？德贵妃可是与你自幼相识，更是楚寒萧的生母。到底是之前的老臣，知道东西就是多。说起来，你和德贵妃也是老相识了。她是个什么性子，有多少本事，我以为你了解呢。母妃，云兰，寒萧那臭小子有没有把你保护好？可有受伤？我没事儿。母妃，你可还好？母妃好得很，好久没有活动手脚了，今天抽了个痛快。连本宫都敢保，我看你是昏了头了。也不想想，本宫在西凉的时候可是亲自领兵打过仗的。这长鞭上的味道如何？上面可是沾了不少你手下的血，这会儿还没凉透呢。
活该，你活该！贱男人，你背叛了我，就该死无葬身之地！大周弟，你放了我，只要你愿意将我送回百越，我便立刻让百越退兵。如果你愿意饶过福原一命，并且把他和他的儿子交给我来处置，我愿意再向大周献上10座城池。如果你觉得这个条件不行，我们还可以再谈。不愧是长公主，这出手就是大方。这福原负了你，你还愿留其性命？我当然要留他性命，不然怎么折磨他来解我心头之恨？单单是割给大周城池是不够的。这福原身为大周朝将领，深受皇恩，却背叛大周，给朕造成了深重的伤害。之后返回来又勾结太子，意图谋权篡位，把整个猎场折腾得不像样子。朕要修复，可是要花费不少银钱的。我还可以给银子、粮食或者其他的物资，这些都可以谈。只要你留住福原的命，且把他交给我。今日这一场变故，让百越长公主受惊了。来人，还不快给长公主松绑疗伤？希儿，希儿，你听我说。父郎，你疼吗？我好疼啊！希儿，我错了，我应该与你共同面对困难，而不是想着用自己冷漠的态度将你送出局外，保护你的安全啊！你刚才真的是在演戏吗？当然，希儿，我平时是怎么对你的，你最为清楚了。我对你说过，此生最爱的人就是你，你还记得吗？希儿，你为什么要一直戴着面具？为什么一直不肯以真面目示人？你究竟是什么样子？究竟哪个才是真的你？放开！大周弟，我刚才所说的条件，你可答应？长公主是好不容易的来我大周朝做客，怎么也是要让朕尽一尽地主之谊。至于说你提出那些条件，为这两国的友好往来，朕会答应。不过具体的细节还要再商议商议。来人，把百越长公主带回自己营帐，好生安置。怎么样？当然是把绑本宫走的那些人全部都宰了。皇上，你该不会是想让我留几个活口吧？不是，朕是问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皇上少瞧不起臣妾，臣妾当初在战场上还和你交过手呢。要不是兵力悬殊，谁输谁赢可不一定。好汉不提当年勇了，你现在都是一把年纪了。谁说的？皇上您都能再干50年，臣妾怎么就老了？臣妾不求像您那样厉害，再来个49年就足够了。杜景远身为太子，在朝堂之上结党营私，勾连官员，导致了朝局混乱，对待百姓也毫无仁爱之心，肆意剥削，草菅人命，导致了百姓怨声载道。身为太子，滥用手中权势，不堪储君之职；身为儿子，意图谋害生父，毫无孝道可言。朕下达旨意，废除楚景远太子之位，贬为庶人，自皇家族谱除名。云兰，那木棉枝，木棉枝具体在何处，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应该是平安无恙。见过皇上。这会儿猎场正乱着，五王子和七公主没有受惊吗？禁军保卫妥当，乱子平息的速度又快，我和妹妹并未受到惊吓，倒是底下的人无意间听到了些许动静，发现百越的人捆了英郡王的妾室，恰好将人救下。把人带下去，好生的休养吧。有什么事喊太医。五王子和七公主出手相救，搭救了朕的皇孙，对皇室有恩，朕记下了。等回到京都，朕会让太医加紧的研究，尽快帮助你们研制出来治疗牲畜疫病的方法。皇上，越奴也有医者，他们研究了那么久，却对那些畜生所患的疫病毫无办法。在上京住的这段时日，我屡次见识到了韩王妃神乎其神的医术，所以想请求皇上应允，请韩王妃出手相助越奴。只要解决了问题，越奴必有重谢。皇上，韩王妃乃是女眷，一介女流怎么能抛头露面呢？韩王妃应该回到王府，好好的教导小郡王和小郡主才是。就是啊，五王子不要被骗了。韩王妃的医术怎么比得过沉浸医道多年的太医呢？没错，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王妃身为女子，相夫教子才是最主要的。医术一类，不就是玩物丧志？五王子还是多考虑考虑太医院的太医，那些才是真有本事的医者。父皇，八宝和周周受到了惊吓，我带他们回去稳稳神。好，快去吧。韩王妃，五王子，太医院的大门随时为越奴医者打开，朕也极为期待能看到这两国医者友好交流的画面。
是，多谢皇上。好了，都散了吧。父皇，是您啊，儿臣还以为是个幻想啊。父皇这个时候来看儿臣，是来送我最后一程的吗？父皇，您怎么了？您是在难过吗？不对，您是皇帝，皇帝怎么会难过呢？您帮着楚寒霄对付我，下手多狠辣呀！儿臣有今日的下场，全在父皇您的意料之中啊！景远，老大，是朕对不住你。父皇，您说什么呢？您是皇帝啊，忘了吗？天家无亲情，老子杀儿子，那不是常有的事情吗？儿臣是第一个，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儿臣等着看楚寒霄和慕云兰的下场。景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君不君，臣不臣，子不子。儿臣当了这么多年的太子，没有一日不战战兢兢。父皇，儿臣想不明白，既然您想要紧握着手中的权力不放，为什么又非要立儿臣为太子呢？朕并非贪恋权势，之所以是一直没有把大权交于你的手中，是因为你缺乏历练。皇权不是儿戏，先帝和我们楚家人费了那么大力气，才坐上了这个帝王的宝座。朕不能拿这个开玩笑，更不能够拿天下百姓当作赌注。动不动的就是百姓，动不动的就是天下。父皇，您不觉得自己太虚伪了吗？父皇，这个太子之位，儿臣做不好，楚寒霄他也做不好。儿臣先去地下等着，等着看你和老三是如何反目成仇的。在走入这营帐之前，朕的心中一直很纠结。朕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救你？老三一家绝不会走上你的老路。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因为楚寒霄和慕云兰的心胸，你信吗？只要朕开口，纵使你几次想谋害他们，甚至还想对八宝和周周两个孩子下手，云兰依旧会选择救你。不可能，慕云兰怎么可能让我活着呢？皇上，韩王妃送来了一瓶药丸，说是让奴才亲手交给皇上，还说若是皇上不知道使用的方法，就让奴才前去告诉他，他立马过来。太子看到了吧？朕没有信错人。他怎么肯？因为他不想让朕这个父皇难过，他是真心实意的把我当成父亲来孝顺，站在我的角度上来为我着想，所以宁肯自己受委屈，也愿意多给你一份包容，让你有着活下去的机会。父皇，父皇救我！朕这里还有药，就不用心送了。另外，告诉韩王妃，让她照顾好八宝和周周，自己好生歇着，其余事情就不用管了。你不救我，父皇，你竟然不救我！景远，朕一再的包庇你，才让你犯下了这么多错事，惯子如杀子。朕早就该明白这道理。你胡说！你好狠！你明明能够救我，你却要杀了我！我恨你！乖孩子，是是非非都要过去。父皇对不住你，把你养这么大，绝不能护你一生的平安。你别恨父皇，好不好？我恨你，父皇，我恨你，我恨不了你，你为什么不能只有我一个儿子？为什么答应了我又做不到？我们父子生在帝王家，你不救我，哪怕我化身成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们。好，你愿意跟着我，爹爹就带着你，爹爹不怕，也省得爹爹想你，还要再去皇陵。爹爹，哎，爹爹在。爹爹，孩儿好啊！情人，救我！救我！慕云兰要害死我，要害死我们的孩子！四弟，你还不信你三嫂的医术吗？好疼！你不是来帮我接生的吗？
为什么你坐在那里不动弹？求求你，不要害我的孩子！只要我的孩子平安降生，我愿意以死来赎罪。我不明白，你明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为什么还要我过来？你口口声声的强调你肚子里的是个孩子，是不是等你的肚子瘪下去，发现最后只是一滩血，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告诉楚景木，是我用卑劣的手段害死了你的孩子？不，我肚子里的本来就是我和楚景木的孩子，才不是什么血水。景木夫君，你帮帮我，快来帮帮我！妹妹，不要执迷不悟了。你怎么来了？妹妹，我再不来见你，怕是以后就没机会了。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对吧？傅明雅，你可真伟大！你竟然出卖了父亲和大伯，出卖了傅家。是，我不能看着父亲和大伯继续出错，也不能看着傅家继续为祸一方。你可真是笑死个人！如果不是父亲和大伯苦心筹谋，你怎么会当上太子妃？你以为自己就干净吗？不对，你和我不一样，你很干净。你是嫡女，是父亲捧在掌心中的存在。你只需要学习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掌握这世间最为美好的东西。因为父亲说，你将来是要当皇后的人，皇后的身上不需要有污点，所以我就成了你的影子，做尽这世上所有的卑劣之事。你在说什么？我们两姐妹从小便同吃同住，父亲对待我们也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可笑至极！这简直是我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你学的东西我要学，可我学的东西你却看都不能看，因为看一眼就会弄脏了你那双干净的眼睛，甚至还要如那些低贱的娼妓一般去学讨好魅惑男人的手段。你想说你不知道是吧？你当然不会知道，父亲说有光就有暗，你生活在光芒璀璨之中，何曾回过头看看阴影中的我？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你生活的那么苦，姐姐一定会帮你的。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可怜。你这次过来，不就是知道我要死了吗？不是。什么不是？你看看楚寒霄和慕云兰这架势，把你都给叫过来了，我哪里还有活命的机会？而且你刚刚说漏嘴了，你说再不见我以后就没机会了。我说的不是你。哼，那你说谁？总不可能是你吧？皇帝宽宏大量，傅家九族都下了大狱，可唯独饶过了你。他说话算数，总不可能事后找你算账的。是我，傅家黑到了骨子里，却养出了你这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皇帝难道不知道？不关父皇的事。我之前服用过胭脂醉，那时被太子胁迫，我的身子不好，提前没有调养，服用下之后副作用极大。本来韩王妃是想帮我调养的，却意外诊出了我怀上了孩子。你肯定是慕云兰的阴谋。你之前那么多年都没有怀上孩子，怎么可能突然就有孕了？他肯定是故意这么说，然后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杀了你。不是的，虽然孩子还小，但我能够感觉到他就在我的身体里。这是成为了母亲之后才有的直觉，不会有错的。有了孩子，不代表你就会死。那个百越的大夫他告诉过我，胭脂醉只服用一次，可以美容养颜，保养容貌，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傻妹妹，你都说了那是百越的大夫，我们两个出嫁了那么久，却一直没能怀上孩子，不全都是这个百越大夫的功劳吗？什么？不可能！我之前没有孩子，是因为在服用避孕的药，可是你……我知道。什么？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一直在服用避孕的汤药。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做的不够好，不能给你足够的安全感，所以你才不愿意生下我的孩子。我一直在等你回心转意，等你心甘情愿。宁妃，那百越的大夫从小便为我们调养身体，早就给我们用了绝育药，即便你不自己服用避孕的汤药，也不会怀上孩子的。为什么？百越的大夫是大伯派过来的，他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他和父亲之间存有秘密，那个秘密是什么，我并不知道。父亲和大伯的关系并不是表面上那么好的。不对，你说了我们不会有孕，那你怎么会有孩子？胭脂醉之所以能够美容养颜，便是排除女子身体里积累的毒素和污浊。我服用的时间短，剂量也不大，韩王妃的药丸又有奇效，帮我一并把体内残留的毒素给排了出去，所以我才侥幸怀上了这个孩子。那我算什么？明妃，你一直不肯好好的接受安王殿下，是因为怨恨他毁了你想要嫁给韩王殿下的筹谋。可你不知道，他之所以能够恰到好处的在你落水的时候救下你，完全是在父亲的计划之中。你说什么？这件事是父亲亲口告诉我的。不可能，父亲说过，他允许我自己去争取，只要我争取到了，他就同意我嫁给韩王。傅明妃，亏你聪明一世，怎么在这个时候糊涂一时了？你心心念念的都是楚寒霄，如果让你顺利的嫁入韩王府，你怎么可能再像现在这般真心实意的帮着你的父亲对付他？所以，所谓的争取，不过是你父亲暂时安稳你的手段。你想想，你姐姐太子妃的位置，是傅家苦心筹划来的。英郡王的王妃被你们傅家造谣，想要进入东宫，结果受了英郡王的怨气，以至于被常年家暴。我在未出阁的时候，听见了楚寒霄的坏话，还未出嫁，便对他满心畏惧，甚至生了逃婚的念头。而你，成了楚景穆的王妃，又怎么可能独善其身？我以为我和父亲把其他人当成棋子，没想到我也只是一枚棋子罢了。没错，你踏踏实实为你父亲办事，鞠躬尽瘁，手段用尽，而他对你这个女儿却没有任何的真心。而被你怨恨了多年的夫君楚景穆，却是这个世上唯一掏心掏肺对待你的人。只可惜你不值得他这样做。我就是个笑话，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我以为自己是知情人，没想到却是一枚弃子，好笑，真是太好笑了。好了，只要那些污血排出来就没事了。你还来抱着我，你不嫌脏吗？你不脏，在我心里你始终干干净净。那都是假的，我这个人天生冷情，就是块捂不热的石头。这么多年你还没有受够，这些年我可是坏事做尽。英郡王正气被厌恶，是我出的主意。慕云兰当初逃婚，不愿意嫁给楚寒霄，其中也有我的手笔。还有太子和我父亲对韩王府多番暗算，我都是把前阻。明妃，别说了。凭什么不说？今天我就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和你说个明白。我想想，做过的恶太多，一时间就不知道从何说起。穆锦柔你记得吗？她手中那个治疗太后头风之症的药方是傅家给的，还有猎场之上坠崖也是傅家的算计。我在山崖下就想给楚寒霄下药，结果没有成功罢了。你知道庄婉婉差点被风马踩死的事吧？那也是我的主意。我派人伪装成盗贼，去偷了月奴的马，给那些马下了药，又提前踩点，找好了路线。我本来是想杀了慕云兰，挑拨大周和月奴的关系，没想到庄婉婉那个傻子替他挡了灾。还有这次太子谋逆，我也知情。明妃，别说了，求求你别说了。楚景穆，你可真傻，我略微用点手段就把你拿捏得死死的。你看看我做了多少坏事，你说我干净？我干净在哪里？明妃，我不在意。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真的是丑得让人不敢直视。楚景穆，你太傻了，我肚子里根本就没有孩子，我服用了胭脂醉伪装的。你之前还下定了决心，说把我困在这座荒僻的院子里，可我不过是对你服了服软，说了点好话，你瞬间将决心忘在了脑后。你以为自己一片痴心就能够换我真情以对？我说了，我喜欢的人是你三哥，是楚寒霄那样的英雄。我对你
不过是谎话连篇，虚情假意罢了。因为你三哥在乎你这个兄弟，我想让他后悔，所以我故意缠着你，我拉着你从皇子的身份跌落成普通庶民，就是想彻底毁了你。我知道。你知道个屁！我是想拉着你一起死，我知道自己没有了活路，所以想拉着你一起去死，好让楚寒霄后悔一辈子。明妃，你别这样。这一世我活得太累了，下一世我不想这样了。好，若还有来世，我一定先森哥一步遇见你，我会把你从傅家带出来，让你也有机会生活在阳光之下。你怎么还听不懂我的意思呢？我是想让你放过我，这一世你把我困住了，下一世你不要再纠缠了好吗？你害了我一生还不够，连来生也不放过吗？明妃，你不是愿意为了我做任何事吗？现在我让你放手，你就做不到了。我怎么能让你孤零零的一个人？不会，你瞧瞧慕云兰和楚寒霄，这两人多聪明啊！傅家10几年的筹谋，轻轻松松的就被他们两人给推翻了。我们傅家人都会在地下团聚的，但场面热闹得很，你一个外人就不要凑上前来了。明妃，你怎么了？你藏了毒。三嫂，你救救明妃，求你！他咬破毒囊有一阵时间了，这会儿毒素已经进入了脏腑，哪怕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没想到吧？你和楚寒霜恨我入骨，都想亲手杀了我，可我偏偏不给你们这个机会。明妃，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终于能够摆脱你了。你若对我有一丝真心，就别再追来了。穆姐姐，我们过来有一会儿了。景木，傅明妃放过了你，你也放下她吧。傅家犯下的是灭九族的大罪，父皇痛恨傅家人。傅明妃的丧事，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办。三哥，玉牌就不必了，请三哥代我向父皇谢罪，就说不孝儿楚景木。来人，把楚景木带走。另外，把傅明妃的尸体抬出城外埋了，简直是混账。要是傅明妃是好人也就罢了，可是她偏偏的心如蛇蝎。楚景木即便是要死，也不能死在这样的一个女人身上。时辰不早了，我让护卫护送你们回朱颜阁。穆姐姐，我和小玉在朱颜阁里住的时间不短了，我想着回安王府去。不仅仅是我和小玉要回去，还有安王殿下。你们要把楚景木一并带走，还要劳烦穆姐姐帮安王殿下看看，他今后需要喝什么样的汤药来调理。这个没问题，我一会儿便写了药方，让人给你送过去。只是你们两个真的没问题吗？穆姐姐放心吧，这段时间我照顾人可有心得了，保证把楚景木重新养胖回来。见过父皇母妃。不用多礼，快进来坐。玉兰，你是不知道，我快要笑死了。远远的就听到父皇和母妃的声音了，这是发生什么好事了？也说出来，让我和寒宵一并高兴高兴。让朕来说，你们可知道今天还没到下学的时间呢？为什么八宝和周周先回来了？难道是在学堂上闯了祸？哈哈，也不算是闯祸。老师呢，在学堂之上讲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还告诉俩孩子说这瓜就是用瓜子儿种出来的。结果好巧不巧的是，今日中午给他们送去的水果里有寒瓜。皇爷爷不许说。好，皇爷爷不说啊。朕呢，偷偷的告诉你们。没事就好，不想说的话也没关系，娘亲就不问了。老三，刑堂那边可一切顺利？回禀父皇，一切顺利，就是百姓们群情激愤，一不小心伤至了百越长公主和傅渊。百姓们群情激愤，那必然是百越的长公主和傅渊做了什么激怒他们的事情。朕当了那么多年皇帝，还不了解自己的子民，他们这平日的性情都是温顺的，像小白兔一样。父皇所说极是，俗话说得好，兔子急了还咬人。我们大周朝百姓向来恪守仁义，如果不是贺连熙跟傅渊太过分，我们大周百姓绝不会主动伤人的。周周知道，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大坏蛋们坏，所以我们好人就打大坏蛋，都是大坏蛋的错。我们周周都知道因果报应了，不错，真是不错。看来这学呀没有白上。哼，那当然，周周知道的东西可多了，而且老师还夸周周进步了。
这句话老师才讲了3天，周周就明白了。3天？而且周周还学会了3个大字。哪3个？1、2、3。回头备上份厚礼，给老师和周周的伴读们送过去吧。要送礼物吗？周周可以做点心送给他们吗？送点心就不必了。你们2个这什么表情啊？我们周周已经很努力了。确实是有进步了。那何莲溪难怪会被傅渊哄骗那么多年，到现在还不知道长脑子。在我们大周朝的上京，竟敢如此的放肆，意图借着打压傅渊来打我们大周朝的脸，活该被砸。人还活着吗？我吩咐了，人在旁边守着，云岚也留下了药，保证他们活得好好的，清晰地感受到身上之痛苦。好，府里呢？行刑的刽子手是个老师傅，从未失手过，保证580刀，1刀不少。不错，就让傅里到地下向景远赎罪，傅家也算彻底了结了。父皇，恐怕还没有。什么？傅家人不是都被处置了吗？哦，不是还剩下一个傅明雅。不过他现在有着身孕，总归是皇室的血脉，所以朕想着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不过您放心，朕……父皇，儿媳说的不是傅明雅，而是另外一个人。还有谁？傅炎。这个傅炎是？皇上忘记了，这傅炎便是傅渊和傅礼的妹妹，当年也是京城的风云人物。哦，朕想起来了，这傅炎还曾经闹着要嫁给师兄，害了师兄的未婚妻。朕还曾下令将其杖责，只不过当时没有太过切实的证据。傅渊还屡次打了胜仗，总是不好下令把他这亲妹妹打死了。云岚，你怎么忽然提起了这人呢？他不是也已经过世了很多年了吗？父皇，傅渊都能死而复生，更何况这个傅炎呢？你的意思是说，这人是也还活着？是，之前因为没有找到切实的证据，便没有把我和韩萧发现的事情告诉父皇。如今人证物证齐全，所以便向父皇禀报一下。仔细说说，究竟发生了何事？这件事情还要从儿媳为二舅舅验尸开始。儿媳发现我二舅舅并非是战死于沙场，而是被虐待囚禁，且长期服用有毒的食物，约莫有1年的时间，最后才过世的。什么？之前送来的奏报分明说师兄是战死沙场，怎么会被人囚禁？难道是越奴？不是越奴，而是傅炎。什么？这段时，儿臣和云岚一起调查这事。陆大将军妻子出事之后，他伤心欲绝。后来大周和越奴交战，陆大将军临危领命，傅炎女扮男装也紧跟其而去。最后传来的消息是2人双双的在战场上牺牲。京城之中曾还有百姓觉得傅炎一往情深，最后傅炎的尸体被带回了上京安葬，而陆大将军却尸骨未存。朕想起来了，确有此事。儿臣却查到了确切的证据，棺材里被埋着的并非是傅炎，而是傅渊的妻子。傅渊的妻子？是。我们找着了伺候傅炎的奶嬷嬷，经过招供，表面上傅渊在百越战场上出事之后，傅渊妻子自尽而亡，实则他的妻子在生下一个儿子之后难产而死，尸体顶替了傅炎，被埋葬入土。傅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这也是儿臣和云岚至今没有想明白的地方。按理说傅渊战死了沙场，他的妻儿怀有身孕，是为傅渊留下最后的一丝血脉，这本该是一件好事，可傅里却把那孩子藏了起来，偷偷养大。在猎场之上，傅渊见到了这个孩子，十分的惊讶。也就是说，他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孩子的消息，结合着傅渊到了百越，却一直没有亲生的子嗣，这孩子极有可能是傅里掌握在手中的筹码。还是父皇一针见血，我和韩萧之前竟没有想到。